Hello， 大家好，我是床边。今天这一集呢很特别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这边有一拖拉库，全部都是英国知名的茶叶品牌 Twinings。这些茶叶呢是我们从澳洲带回来的，我们赶快把它给开箱开掉，然后就是来看看这个评级到底哪一款茶是最好喝的呢？这一款茶呢，你在澳洲的超市都可以找得到哦。平常的话大概2-3块澳币，那如果特价的时候差不多1.5块澳币就可以买一盒，总共10包这样子的茶叶哦。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来开箱吧，让大家知道说哪一个我们去澳洲必买的是哪一种茶叶哦。OK， 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红茶已经准备好，你可以看到很像是那个7色彩虹的感觉哦。我觉得它的包装都蛮好，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包，里面就是可以这样随身携带，不是散装的。然后上面都有标这个叶子的符号，一个叶子的话就是比较淡一点点的口味，但是如果叶子很多的话，就表示这一款茶是比较浓郁的。我们现在先从早餐茶 English Breakfast 开始，然后从这个伯爵茶一直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红茶款哦。英国早餐茶。它有一种香味，喝这个应该会蛮提神的，因为它应该咖啡因会比较多。但是第二种呢，第二种这个也是早餐茶，但是它上面写 extra strong， 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浓。可以看到这边的颜色好像比较没什么差别，但是我喝看看口味哦，真的苦涩味比较多。有没有涩涩的？对，两个比较清爽。对 ，strong 有比较涩味啊，然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好，刚刚是早餐茶嘛，那我们下一个呢要到了午餐的时间，要过了午后 afternoon tea， 这个也是澳洲款的哦。你可以看上面有一只袋鼠，所以这一款呢也是最适合送礼。所以如果你去澳洲玩的话，想要送朋友当地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买这种澳洲的午餐茶。它比第一款还更清爽，我觉得，而且它的茶味也比较没有那么浓郁，我觉得它应该比较适合就是直接喝。前面2个好像比较适合配牛奶哦。好，那么接下来换到这个伯爵茶咯，哇，这个香味很浓郁，比前面几款都还更香，伯爵古龙水的味道，这个真的不一样。来喝看看这澳洲茶跟伯爵茶怎么样？伯爵太香了，应该是它水香不够了，太香了。不过我自己很喜欢香料，所以伯爵茶对我来说这个蛮舒服的，就是清爽的茶。澳洲的 afternoon 是蛮舒服的一个味道。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伯爵茶，但是法式的伯爵茶哦，这个又比较更有那种香草的味道。普通的伯爵茶是稍微有点偏香片的味道，然后这个法式的伯爵茶呢是有一种鲜奶油跟香草的味道。对，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法式的浪漫的话，可以喝喝看哦。那下一个是这个大吉岭哦，大吉岭呢就是印度来的红茶，它跟这个澳洲的 afternoon tea 就是差不多，是比较清淡的味道，但是这个涩味会比较多一点点。目前来说呢，这个大吉岭是稍微苦涩味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有茶味比较有存在感一点的这个大吉岭可以试试看哦。那下一个呢，这个存在感应该更浓郁，因为这个是印度的 chai tea 哦，chai tea 应该是说 chai 不是 chai tea， 因为 chai 就是茶 tea 的意思。这个就是印度的香料茶。哇，这个我喜欢，因为我自己最喜欢喝香料茶，这个就很适合加牛奶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肉桂啊、丁香啊，或是豆蔻的这种味道，但是它没有粉末啦，就是有这个茶香的很多香料味在里面。不错，这个很适合冬天喝哦。最后一个呢是比较少见啊，它这个上面写的是 Russian Caravan 哦，就是俄罗斯商队茶哦。我看那个 Google 上面搜寻上面是写俄罗斯商队茶是以前的这个茶叶商人从中国运送茶叶到俄罗斯，然后在这个旅途当中所泡的茶哦，所以它是有点混合那个红茶跟乌龙茶的味道。它是比较顺口的茶味，也是同样是茶味比较没有那么浓郁，也比较没有涩味，但是它的这个香味的话，好像就比较没那么突出哦，比较没有太多香料存在感，或是你不喜欢香味那么浓的话，这个 Russian Caravan 是蛮适合你的。那我们就来加牛奶吧。好，我们现在刚刚都加完牛奶了，那加下来呢，就是前面这个早餐茶都蛮适合加牛奶，但是还有额外突出就是这个法式的这个超级适合加牛奶，超搭，就是有香草味的牛奶的奶茶的感觉。那这个 chai tea 当然就是一定要加牛奶喝啊，这个就是超级搭的。但是还有意外的，意外就是这个俄罗斯商队茶加牛奶的话，也是蛮顺口的。好，那这样子综合下来评分的话，我最喜欢的呢应该是 chai tea 啊，这是我个人嗜好，我最喜欢的是香料味很重的。好，那你们喝一下，看喜欢哪一个？我觉得如果要加牛奶，好像4倍叶子比较，4倍叶子不错哦。对，因为这样子比较茶味比较出来。对，我觉得它就是喝起来价值会觉得很高贵，对，卖一杯300的感觉。对，它有高贵
贵感，高贵感，没错。它不行最不推的应该就是这个大吉岭了。哦，我觉得这个 Russian 很适合配牛奶哦。对，因为它本身有甜味。哦，本来刚刚第一轮喝没有加牛奶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商队茶蛮普通的，但加了这个牛奶之后提升很多。我们在场大家都是一致认同。那这样子来选一个最喜欢的我最喜欢 Chai Tea， 你嘞？我最喜欢法式伯爵。那你嘞？我应该也选法式2票，女生都最喜欢法式哦。所以如果你要给法式友人或是你的那个女友的话，就是买这个法式哦。这是台湾比较少喝到，台湾也比较少见。对，然后这个就是你要买给那个公司的同事啊，这个澳洲有澳洲袋鼠的最适合。好，让我们来欢迎下一组挑战者，就是我们的绿茶登场。你看这些包装全部都是绿的。那我们先从这个普通的绿茶、茉莉绿茶，然后还有薄荷绿茶跟这个柠檬绿茶来比较看看哦。好，那我们先从这个纯粹的绿茶来开始喝哦。它的绿茶呢，稍微都会有轻微的这个烘焙过，没什么味道，很清爽的感觉。它就是没有什么苦涩味，然后也没什么太大的味道。就比起刚刚那一批红茶来说的话，这边就是比较轻盈的感觉，很适合早餐或下午喝哦。来，接下来是这个茉莉绿茶哦。这个香味就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有那种花香、茉莉花香的感觉。这两款应该也都是偏向比较清淡的味道。接下来呢是这个有加薄荷的味道，来喝喝看。我还没喝进嘴巴里面，那个薄荷的味道就散出来了，这是蛮强烈的。哇，这个有点牙膏的感觉，可能是潜意识觉得这个薄荷就是配牙膏，但是它没有凉凉的味道，就是有薄荷叶的那个气味，但是没有那个凉的感觉哦。这个薄荷味很浓郁可能对台湾来说会蛮特别的。那最后一款呢是这个柠檬的绿茶，你会看到这个颜色就比起前几杯比较浊一点点，它看起来可能是有那种柠檬汁吧，所以看起来比较浊。柠檬味道也没有那么明显哦。我觉得它没有柠檬的酸味，但是有柠檬皮的那种香味哦。来，我们一起指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来，数到3哦，3。没错，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就买这个茉莉绿茶哦。但是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这些绿茶都稍微偏普通啦。我觉得台湾的绿茶还是比较好喝。没错，那我们现在全部都加一点牛奶，还是一样凭看看牛奶适不适合哦。没办法嘞。看颜色没办法。这个好像食之無味，这个还是牙膏水、牙膏牛奶水更不行这个好一点啊，这个柠檬的味道救了它。我还是觉得很像冰箱的味道，它的那个柠檬很像冰箱的味道。你越形容我就觉得越像，很像冰箱打开的味道。算了。接着我们来欢迎第3组选手。这一组选手呢是有2种组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菊花茶跟我们薄荷又回来了，因为这个是菊花薄荷茶，所以想要把它们归在同一队哦。来，我们来喝看看吧。我们第一杯呢是这个纯的菊花茶哦，整个都是金黄色的感觉，你看连这个茶叶的颜色也都是金黄色，闻起来就跟台湾的那个菊花茶没什么两样。就是菊花茶，所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不介绍。只是你可以看到里面全部都是菊花的花瓣台湾都是一整颗那种小菊花，但这个都是菊花花瓣。好，那下一杯呢是有加这个蜂蜜跟香草的味道，真的是有那种香香的感觉，这有点像是会去那个居家用品店的那个空气的味道。这跟那个刚刚不是那个贵妇的那个茶，那个红茶，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但是没有那么奶味。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这个应该在台湾人来说也是蛮特别，而且女生应该会蛮喜欢的，这个应该可以买。下一个是我刚刚在泡茶的时候就有闻到这个味道，因为这是什么口味呢？这是肉桂跟辣苹果口味啊，这个就是有一种圣诞节或是苹果派的味道。哇，真的是好香，我超喜欢肉桂跟苹果派，所以这应该是很合我的胃口。我觉得这个加牛奶应该会很赞，这个应该我不用品，这应该是我第1名，就是这几个里面。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薄荷，不过这一个呢，这个也是这个菊花茶，但是加这个 spearmint， 这一个薄荷是叫绿薄荷哦，所以绿薄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味道，是比较甜一点点哦。它的味道跟那个刚刚喝的那个薄荷比较没有那么重，是稍微有点香香的但喝起来还是很薄荷。它就是没有那么香的薄荷，但是喝起来还是很薄荷。我再喝一口，我觉得它薄荷的味道有点把那个菊花茶的味道都盖出去了哦。那下一杯呢是我们今天的大魔王，整杯都是纯的薄荷茶，好恐怖哦！
这个真的是有那种凉凉的香味哦，前几杯都没有那么浓郁。哇，今天喝这一杯就不用刷牙了。好恶心。哇，这个是会有凉感的，我反而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绿茶的薄荷还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妥妥的这个薄荷的感觉，所以比较没有茶味，它就是完全是薄荷汁液的味道。但是它的那个苦涩味还是有点苦涩味，但是跟茶的苦涩味比较不一样，它是有一种干干的苦涩的感觉哦。那你们喝看看吧。就是菊花茶，对，但是是很淡很淡的菊花茶，我觉得比较像是台湾的第二泡。哦，第二泡，因为台湾都是用整朵菊花、啊。对，第二个哎，它很特别耶，这很特别啊，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没有这种味道。对，会喝不出来它的底是菊花。哦，对，那个蜂蜜的味道比较明显。可是香草不明显，香草还是有啦，香草是比较是微微的。微微的。然后这个是辣苹果，哦，这好适合加酒哦。哦，那种热红酒，热红酒的味道，这个很是，这个喝起来有一个发酵的酒味。有吗？就它适合，就是我觉得是你的潜意识啊，因为这些全部都是那个冬天会用的味道，被制约了。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薄荷香，合理啊。对，就是要该喝就喝到这种，没那么强烈。对，所以你们这个还可以接受。这个我可以，对，这个像是可以会点来喝的哦。对，哇，这个很精彩哎，这有那个绿油精的味道。对，它就是全部都是薄荷精油啊。它真的就是那个牙膏加热水，百灵油哦，百灵油，百灵油。那我们再来评分一下，就是如果喝起来的话，你会最推荐买哪一款呢？我们一起指3、2、1。不错。但是我第二名也是这个。哦，对，第二名是这个。我们第一名是这个苹果味道，苹果肉桂，然后第二名就是这个香草跟这个蜂蜜的味道哦。这两个是台湾比较不常见的，所以很适合购买哦。好，那一样我们也加牛奶试试看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这边可能适合加一点点糖会更好喝哦，所以稍微有点加糖哦。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哎，可能是这个菊花茶就不太适合加牛奶。这个本来就有那个蜂蜜的味道，所以比较顺口一点点。但我个人认为还是觉得菊花茶不太适合牛奶啊。这个还是不今天的这一整组里面第一名哦，应该是苹果跟肉桂就很适合加牛奶。不讲话。啊，这个直接到负分。我自己可能只觉得这个苹果肉桂比较适合。苹果牛奶，苹果牛奶没错。但是另外一个什么肉桂，对，就是它那种发酵味就消失了，被压过去了。来咯。摇头，很怪，超怪，这个不行。Oh no， 很怪。对，等一下猜拳输了把它干掉。我觉得薄荷好像都完全跟任何牛奶都不搭哦。好，那接下来换到我们最后一轮的选手啊，就是所有的花果茶，应该是果茶啦，果茶类所有水果的种类都在这边哦。来，我们来评分一下。OK， 我们这次已经泡完了，这次的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好鲜红啊，比刚刚那些那几组都还更特别，颜色更漂亮。那我们先来从这个 Lemon Twist 柠檬茶开始。我本来以为柠檬茶应该是黄色，结果它是这种有点橘红的感觉。感觉就是很健康，很多维他命 C 的味道。跟我想的柠檬不太一样，这真的是柠檬吗？我觉得比较偏向是那个什么柳橙的味道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雀巢柠檬茶，但是没有加糖，就是这个味道。哦，没错，来喝看看好了，先来喝看看。我觉得很像那个我还没有喝，我觉得很像那个我们去巴厘岛啊，或者是那种海岛度假村的迎宾茶热带的感觉。但它好涩哦，苦涩味比较重。有点酸呢，有点酸。是不是因为太浓的关系？有一点，是要加水一点。我觉得要拿起来了。要拿起来了，这么快？因为它太……好吧，来，好，我们先把这个茶拿起来好了，因为好像果茶味都渗透比较快，所以稍微比较浓郁哦，所以我们都先把茶包拿起来。好，我们刚刚先把茶包拿起来，然后多加一点水哦，因为它其实渗透的蛮快的。不过它上面也是写说要泡3到4分钟啦。不过我觉得果茶类的东西好像就可以不用泡那么久，就蛮浓郁的。也是很重的这个柠檬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它的苦味是比较出来的。下一个也是柠檬但是柠檬姜汁柠檬哇，这个味道好呛那个姜的那种辣感有，而且台湾不是有一些什么姜汁姜茶，有姜茶的那种姜味在里面，而且是新鲜的姜的感觉。我觉得有点涩。我觉得这几种柠檬它的那个苦涩味都蛮明显的
对，我觉得是姜的苦味，姜的苦味，它还会辣哦。我现在就是尾韵蛮大的。但这几种味道闻起来都感觉是那种你快感冒的时候可以喝，哦，比较有维他命 C 的感觉。好，下一个是这个橘子跟肉桂啊，这一个听起来好像也是台湾比较少见的味道，闻起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有一种木板的味道。哇，这很难形容哎，这个味道跟我没有橘子也没有肉桂哎，真的是好像你去 IKEA 的木板的味道，家具店的味道，喝看看，不香哎，不香，没有肉桂感。不是，它太多韵了，它前面闻的、喝的第一口跟留在嘴巴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样。它闻起来有橘子味啊。对对对，然后喝下去没有橘子味，就是橘子味一直在很飘在空中的感觉，很淡很淡。对，然后就会有药味跑出来，中药感比较重一点点哦。对，我觉得要仔细去品尝，你就会发现它是橘子跟那个肉桂，但是混在一起的话，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味对，道，很奇怪，不太合理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薄荷一样，不行，我觉得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啊，我还可以。好吧，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这是芒果加草莓，这看起来应该就是莓果汁的味道。哇，整个就是草莓味哦，都是那种草莓，然后酸酸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款应该喝冰的应该很好喝哦，就是那种凉凉的，加气泡水应该也还不错。哇，但是有点比较酸，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爱酸的。我觉得它喝完有点储藏室的味道，储藏室还是它的那个干燥的，对啊，就是那种果干的感觉。干燥草莓味。对，不是新鲜草莓，是那种果干的那种味道。然后有稻草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储藏室草味嘛。对对对，还有一点草味。这要黄标了，有草味。它没有莓，它只有草，它是草味芒果。好，那下一罐也是红色的，是我们的那个番石榴跟蔓越莓的味道，来喝看看。也是莓果的味道。这个喝起来好像是很多那种健康的那个益生菌啊，很多蔓越莓益生菌就是这种味道。但是也是莓果香，我不是很喜欢莓果的。益生菌。益生菌的感觉。但我觉得还是有草味。有草味，怎么奇怪，对，因为都是草字头的那个莓，对。好，最后一款呢是这个草莓，然后覆盆子，还有一个叫做 Loganberry 哦，我们刚才以为是龙眼，但好像是这个叫做罗根莓，台湾没有看过的东西。它是那个黑莓跟欧洲树莓杂交的一种品种，上面就有3个图案哦，最下面被盖住了，所以刚刚没有看到。那我们来喝看看哦，它也是很多那种莓果的味道哦，但是比起前几种呢，前几种比较有草味啦，这个好像草味没那么浓，比较适合。你们觉得嘞？这3个莓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哈。它没有草味。它比较像是我们印象中莓果的味道这样。OK， 好，那这里面呢，老实说我没有特别爱那个就是果香味的东西，所以但是如果要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最后一个吧，可能会比较顺口。然后我觉得是蛮适合那个泡完，然后你加冰块，让它是那种冰冰的喝，可能会蛮适合。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我们要一起选啊。好，一起选。那等一下我要上厕所，拍这个影片真的很会上厕所。那最后我们来选一个最喜欢的，3、2、1。你喜欢姜？但我觉得姜，真假？我蛮喜欢姜，就是日本有那种姜汁汽水的那个姜味。哦，它的姜汁真的蛮浓的啦。对啊，那是我的最后一名哎，这2个我都觉得好恶。对，这个是最恶啦。我后来觉得有点像小熊软糖，小熊软糖真假？融化的那种软糖味，喝不出来，就是它有很明显的那个橘子味，木板的味道。好，那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比较方式，我们来加一点糖。但是刚刚大家认为加牛奶应该会毁了一切，所以我们还是加冰块，看看那个冰镇的感觉会比较好喝哦。好，那现在我们都把所有的里面加糖又加冰块哦，看看喝的这个冰镇的果茶会不会比较好喝哦。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冰的比较好喝，就是可能潜意识会觉得这种柠檬茶就是要冰的，透心凉。没错，感觉比较合理啦。因为它还有甜啊，所以比较香。它有一个不是柠檬的味道，然后很熟悉。很熟悉。香茅，它有香茅味。香茅味，真的哎，你讲真的就是香茅味。因为我刚刚第一开始想说它不是柠檬味，它还有一个味道。但是它里面没有写香茅啊。是吗？对，它只有柠檬而已。对。它是柠檬香，但是蛮偏香茅的。对，你这样一讲，真的蛮像香茅。我觉得这个姜茶好像比较适合喝热的。
热的比较好喝对，不对？冰的有点怪怪的哦。冰的就没有那种姜的味道。那姜姜就是要让你暖身的感觉。然后第3杯啊，这不行，这怎么喝很可怕。我不懂为什么要加肉桂耶，好恶哦。但是前面几种茶加肉桂我都很喜欢啊，Chai tea 啊，那个苹果肉桂，但这个唯一这个就觉得超级怪。我觉得这款还是喝热的还比较好。对，我觉得肉桂还是很热的。你知道最好是什么吗？最好就是不要买，这个是直接被淘汰了啊。那这个，哦，这好很多哎。等一下，我再喝。后面几款这种比较有水果味的，加上冰的，真的都好很多。不过还是最后一杯最好喝啦。就是后面这几款，只要加泡冰的话，你都觉得它更爽口哦。比较没有草味，比较没草味。对，就是芒果、草莓这个好喝很多哎，好喝很多。对，因为还有加一点糖，草味就消失了。所以后面几款是莓果的味道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泡冰的来喝哦。有加糖也比较好，比较像果汁。果汁的感觉。蔓越莓汁啊，蔓越莓汁。好，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以上这3款呢，是我们今天评分的波吉茶。就是大家如果去澳洲的话，或者去英国，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可以买这3款哦。这一款呢是这个法式的伯爵茶，因为很有那种奶香那个香草的味道哦，所以就是送给女生会很喜欢哦。第二个呢是最后不小心杀出重围的这个俄罗斯商队茶，因为它配牛奶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绝配哦。然后这个第3个呢也是台湾比较少见的，是这个菊花加苹果的味道哦。所以这一款的话，不管是单喝，我觉得加牛奶也算蛮适合的啦哦。所以这3款是我们今天公认的波吉茶，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呢，这些是我们评价的2级哦，但是有没有说不好喝啦？就是可能我觉得比较不符合台湾人的这个口味。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或搞不好说就那个床边就胡乱，这明明很好喝，你就去试试看，喝看看这几款你的味道是不是喜欢哦。OK， 那恭喜各位看到最后啊，我们最后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呢，今天我们评的这种23款茶要送给大家，就是试喝包。没错，我们把每一种口味呢都把它拆开来，然后就是抽出下面有留言的观众呢，我们就送给这个23包给他哦，就是一个观众就可以拿到这23包，你不用一盒一盒买哦，这个在外面应该没办法这种单卖的，我们直接就帮大家组合起来，就可以你跟我一起试喝看看这个到底茶好不好喝哦。但是要记得，因为这个保存期限差不多最早差不多是到7月底左右哦，那有些是可能到10月，所以尽量要在这1-2个月内把它喝完会比较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再见啦！哇，这个茶包真的可以排出一个色票哎。